哎。 身中6枪，打中要害，又补了3枪，看来这仇不小啊！报告，人跑了，我就知道，你们这群笨蛋，什么事也干不成。滚！等等，看到开枪的人了吗？看到了，这个人就是上次我们接到命令，在鸿福酒楼要抓捕的那个哥。哥，就是军统的那个人。这么说，就是这个人想杀我，并偷走了建筑图纸。看来我们这次的动静不小啊！军统方面已经来灭口了。马上查清这个人的身份。是。对了，林英英的档案发现了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的户籍是假的。马上把他关起来，立刻审问。林小姐，这里不是存荣医院，尤其是一个不可以说谎的地方。如果说谎的话，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个游戏规则你清楚了吧？你想知道的，我已经都说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大可以把我关起来。 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的重新审问一遍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件事情，希望林小姐能解释清楚。林小姐的档案上分明写着祖籍是广西，可经过我们调查发现，林小姐的祖籍在上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如果林小姐解释不清楚的话，那我们的谈话方式可就不是规规矩矩坐在这里聊天了。我出生在一个穷人家庭，为了还赌债，爸爸把我卖了。我的养父母不希望我跟他再有任何联系。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了上海。我恨他们。这些，你都可以去广西当地做调查。是长。
多有得罪了，林小姐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来吧，干杯！来，你这怎么要喝水啊？我平时不怎么喝酒，尤其是这种日本的酒，更喝不惯。好吧，随意。我有点想不明白，出了档案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出来了？这你可要感谢人家李玲了。我曾经潜入档案室看过你们两个的资料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广西人，他不是重庆人。我请求组织给你们两个人的档案做了手脚，并且安排了人员做对质。过几天日本人会向你的养父母询问。不过档案室的档案没法撤换，因为该有印章，纸张也是经过防伪处理的，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。真是太给你添麻烦了，太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今天可是林主任的生日啊，别这么扫兴好不好？林主任生日啊！别听他胡说，你不爱喝，你随意啊。哎，我怎么就是瞎说了呢？今天你想想，咱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差一点就完蛋了。可是咱们现在还是能在一桌上喝酒，这就是上天给你的第二次生日，难道不是生日吗？行，就你会说。李玲，我非常的感谢你，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伸手相助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你以水代酒。日子还长，希望有机会我也能好好的报答你。哎，怎么没我呀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俩一笔烂账还没算清，不知道谁欠谁的呢。你看看你们女人总是这么不讲理。哎，林主任，今天我可以不叫你主任吗？可以呀，这又不是在医院。其实你老这么叫我，我听着也怪别扭的。那好，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了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祖国。我们可以不讲报答，但是必须要说感谢。我要感谢你们两个，感谢你们没有畏惧艰难，感谢你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和一个中国人本该有的使命。说的太好了，虽然我不懂你们共产党的那一套啊，但是我就是看不惯小鬼子在咱们的土地上这么胡作非为的。你说说，他们在自己的小岛上面待腻歪了，跑到咱们地盘上来撒野，我就是不答应他。来，为这事儿咱们干一杯。那我自己喝。丽玲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从小吃过了日本人的苦，跟他们狼狈为奸的事我做不来。虽然我的能力有限，但是我只要有一口气在，我一定会跟他们对抗到底的。来，谢谢。藤村君，目前的实验品数量太有限，根本就满足不了我们的实验需求。我们现在的进度很慢，总部到底有没有在帮我们解决问题？我今天刚刚接到消息，总部给我们送来了100个马路毯，
正在运送的路上，大概1周之内就会到。不要急，我们还有时间。金大夫，我找你有事。走，到我办公室说。昨天晚上我看到藤村院长从仓库里出来了。就他一个人吗？不，还有一个人，是个医生，我没有见过这个人。我隐约的听到他们2个好像在说，马路它不够用了，然后藤村院长告诉那个医生说，1个礼拜内会有100个马路塔运过来，让他不要着急。马路塔？马路塔是指什么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想了1个晚上都没想明白。你说会不会是日语的暗号或者代号什么的？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之前白大姨曾经跟我提起过金枪鱼，这个金枪鱼暗指的是细菌，那么马路塔会不会是研制细菌的材料？这个地下室里到底藏了多少东西，我们不知道。不过我感觉我们要找的东西就在这个地下室里。可是地下把守的太严了，咱们根本就进不去。看来只能另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才行。有办法了？对，咱们完全可以走通风管道。通风管道？那你看过存荣医院的建筑设计图吗？我已经把它偷出来了。这张设计图呢，我研究了很久。其实这就是当年建造存荣医院的设计图，也是原始图。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地下出口只有1个，也就是当天我们看见的那个门。当然了，在出入的路径上面都有重兵把守。大家看，我建议将这个通风道就作为进出口，这个就是主通风室。到了这里以后，再打开一扇门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地下室的主走。可即便我们进入了通风管道，我们也不知道这管道是通向哪里的，而且管道那边会遇到什么困难也不一定。存荣医院的内部通风系统非常的复杂，但好处是通风管道几乎可以到达每一个房间，所以我们要熟记这张设计图。对。说了不许开灯，关了。好，快修。谁呀？他们已经走了。你中午不是喝多了吗？是我跟镜子把你架回来的。刚才，镜子小姐打电话给我，问你怎么样。我说你已经回家休息了，让她不用担心。你看到刚才的车队了吗？我看到了，
可是我觉得有点奇怪，车上都没有开灯。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而且最近他们运送货物的次数频繁了许多。我刚才在1楼查房，还听到车上有吱吱咕咕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。会是什么动物？不像鸡或者鸭，好像还听到狗叫。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？走，去看看。组长，出去。哎，不要害怕，来我们这里只是为你们做身体检查，过几天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哎，好好吃饭，把身体养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新来的，小泉。这些马鲁泰的身体必须要被调整到最佳状态，更不能刺激他们的精神，他们的精神状态会直接影响到身体，懂了吗？哎。太恶心了。现在很清楚，地下肯定是有一个实验室，而且他们正在拿小白鼠做实验。我觉得肯定不是普通的实验，非常可疑。你看，前面的这两个字，实验，这个我认识。你看，另外这个词我就不认识。你不认识那怎么办啊？能找谁去问呢？这儿到处都是野夫的眼线呢。也好办，找本字典不就得了？这样，我请镜子帮帮忙。我觉得不行。那你怎么问他？直接让他把字典给你，还是直接问他这词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哪有那么笨呐？我不是一直在跟他学习插花吗？问他几个词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走路半点风声的。哎呀，真没看出来啊，长得傻乎乎的，还挺有脑子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开玩笑了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白雪怎么了？我想爸爸了。
爸爸现在在日本，他在工作，还要过一些时候才能回来。他要多久才能回来？等到樱花谢了，再开的时候，爸爸就回来了。小雪，从现在开始，就把镜子老师当成你的妈妈，好吗？那我哄你睡觉，来。疫情顺利吗？作业、实验材料已经到位。很好。小白鼠繁殖能力强，要按照此前双倍数量尽情享用。天数取得不易，人工繁殖还是难题，而且抓捕这些老鼠需要在自然环境下进行，容易被老百姓发现，要珍惜它们。就是我们的黄金。知道了。深水君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没关系。怎么会突然过来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想来看看你这儿有没有关于插花的书。我觉得自己是到了需要用理论武装自己的时候。您等一下。镜子小姐，只有内心如此的纯洁，才能做出这样生动的作品。这本书，您先拿去看吧。谢谢。哎，镜子小姐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？剪刀。哦，那这个呢？花瓣。花瓣。哦。哎呀，你看我对这些词还真是不够了解。你能再借我一本字典吗？当然可以。这儿正好有一本，就送给您了。哎呀，真是谢谢镜子小姐。哎呀，今天的收获可真是不小。深水君，茶快凉了。哦。哦，对了，林小姐她没事吧？哦，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林主任他没有任何问题。那就好。深水君，你是四川人吧？是四川人。听说深水君的火锅做得很好吃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您能做给我试试吗？当然可以。镜子小姐怎么知道我是四川人？我呀，是听到舅舅跟藤村院长提起过，所以就知道深水君你是四川人。哦，那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愿意为镜子小姐做上一顿四川火锅。地方我已经想好了，就在樱桃阁。火锅不大适合西式的餐厅和日式餐厅，味道太刺激了。舅舅也同意了，还说吃完了我们可以在那玩一会儿。还能玩一会儿，这提议真好。不过，我还有一个挺好的建议，我觉得可以把医院副楼闲置的办公室，把它改造成厨房兼餐厅。哎，到时候大家又多了一个吃饭的地方。另外，还可以在里边添置一个有氟利昂的冰箱，这样以后刺身在运来的时候也方便保存。到时候吃起火锅。
萨库拉，萨库拉，萨库拉，来了。哎，要在你这儿办火锅宴了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咱这也没锅子。用什么锅子啊？找个铜盆点上火都齐了，尿盆也行。你不跟着一块儿吃啊？我单开一桌，他们可说了，吃完火锅之后就在你这儿喝酒，还过夜呢。知道了。萨库拉，萨库拉，哟，金大夫也在啊。不用回避了，给我吧。不好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你跟我来。啊？这什么呀？这是？300公斤炸药，终于凑齐了，足够把这樱桃阁夷为平地了。什么？吃火锅那天就是小鬼子的死期。你听我说，你千万不能这么干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具体我也没法跟你说清楚。不过你得相信我。金深水，你救白大爷，我看你是条汉子。你是不是挣日本人钱挣多了，脑子秀了？吃火锅那天，我会说牛肉怎么那么快就吃完了，然后呢，你就应声说出去买。接着我就带火种到这儿来，到时候这些姚姐跟我一块儿走，落得干净。哎呀，我的姐呀，千万使不得呀！我比你更想炸死这些鬼子10000倍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可现在不是时候。不能由着萨库拉这么折腾，一旦要是爆炸的话，会伤及到吴国。而且敌人的细菌存放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要是引起疫情，这情况无法收拾。是啊。你阻止他了没有？阻止了，而且我让他保证不那么做。那他能做到吗？应该可以吧。金先生，你救过我们家老爷子，这恩情几辈子我们都还不完。你说有啥事儿，我哥俩都跟着你干。好，事成之后，每人给你们10块银元。再帮我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人嘴巴又严，然后干活又卖力的？嘴巴严。哎，金先生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想起来这么2个人，一个是码头上的张武，他嘴挺严的，就是胆子有点小。哎，那小子不行，不行，他太胆小了，好歹有个人干活嘛。还有一个是拉黄包车的大脚，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这个人好使。哎，对，这小子行，这小子干活行。不过你再让我们找别人的话，估计也找不着了。这2天啊，保长他们盯我们盯得挺紧的。行吧，那也只能这样了，就你们4个吧。行，没事，听您的。行，那回头我把他们叫上吧。好。不是，你进门的时候能不能敲一下门呢？你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一着急就给忘了嘛。哎，不对吧？这是我办公室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有点激动了。
找着没有啊？哎呀，找了老半天了，还是没找着。终于知道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吧？你少来啊！这是日本书。日本书怎么了？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日本书里这不都是汉字吗？切，多翻翻啊！肯定翻得不仔细。哎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我怎么一翻就翻到了呢？哎，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个词啊？嗯，原木的意思。不明白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应该是实验材料吧。日本人把白大衣弄来，就是为了升级琼浆，以便于培养更多的细菌。又养了那么多的小动物，难道是测试细菌啊？哎，我觉得你的推论很有道理。你看啊，这日本鬼子他们加强明暗少尉和流动岗，说明他们心虚。他们心虚，就说明肯定没干好事啊。我有不好的预感。什么？喂，你好。请问金医生在你这里吗？哦，是镜子小姐啊。啊，你找金医生啊？对，他在我办公室呢。你等一下啊。啊喂，镜子小姐。申水军，打扰了。我打了几个电话到你办公室，你都不在，我就猜想你可能跟林小姐在一起，于是就冒昧把电话打过来了，是不是很失礼？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我一听到镜子小姐的声音，一天的疲劳都不见了。啊，上次跟你提起的插花新作，你再不来看就该凋谢了，所以我想请申水军过来欣赏。是啊，好久没有练习插花了，把您教给我的插花技艺都全还给你了。好好好，你看哪天你能再教教我？当然，太好了。那我们到时候见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再见。哎，以后在我办公室说话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恶心啊？看看吧。现在日本人在医院的各个位置布置了24小时的岗哨，别说去地下，哪怕是在地上也有50双的眼睛在盯着我们。所以我想，挖地道。冰雪聪明啊。那是。不过突破口是通风道吗？这个存荣医院的地下就是一个迷宫，通风室位于地下的1层，是整个通风系统的中枢。它的管道最粗的地方，可容纳1个人直立着通过。如果我们能在废弃的办公室地下打通一条通往通风室的通道，就可以直接进入通风室，潜入这座迷宫。谁呀？李玲。哦，进来。怎么了？林主任，有急诊你去一趟吧。哦，好。哦，你们几个都在啊？最近老有人问为什么哨兵多了起来，这是因为天皇的特使要来我们这里视察，而且听说游击队活动得很热闹。我们的医院是模范区的要害，必须加强安保。这件事我会在例会上和大家宣布，你们私下里也可以传播一下。你们先忙吧。嗯，好。
沈水君，能把剪刀给我用一下吗？你在看什么？看你插花。好看吗？特别好看。插花起源于中国，佛教人是供奉之用。精心插花能让人虔诚清净。日本深受中国影响，将其发扬光大。真好，听起来就这么美妙。我的作品，如果不嫌弃，请摆在您的办公室。那我可是求之不得了。冒昧的问一句，镜子小姐这么喜欢孩子，有没有想过自己也生一个孩子？我很喜欢孩子，当然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孩子，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。可是现在远在中国，不知道该怎么去想这样的事情。沈水君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呢？镜子小姐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知道他们在背后是怎么议论我的？在帝国，男人出去应酬是很正常的事。如果太早回家不去饮酒，那代表他没有人气，是失败的象征。沈水君是个成功的男人。哎呀，听镜子小姐这么一说，我到外面这么瞎玩，倒好像很有道理似的。这枝花好像跟这个作品不般配。沈水君，帮我挑一朵花吧。让我来看看。大强儿，大强儿，过来，过来！哎呦，什么事啊？哎，挖怎么样了？挖了有5米了吧？加油干啊！哎，好的，快！快点！金先生，金先生，有人了！哎，院长，您来了。沈水君辛苦了。哎，不辛苦，反正我闲着时间多，就当是玩了，为大家服务嘛。哎，不是有4名工人吗？怎么就只有2个人了？哦，是这样的，那2个去倒建筑垃圾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院长，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，我们准备在那半边放置一个福利洋的冰箱，美国造，到时候食材一放进去，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。在这半边再搭建一个日本的料理台，到时候还需要院长您亲自过来指导指导。这个主意很好啊！哎，你看回来了。不错不错，我还有个手术，你先忙吧，辛苦了啊！院长再会。院长，货今天还会运抵，供实验使用。最近1个月材料会非常充足。辛苦了，叶普君。我隐约的听到他们2个好像在说，1个礼拜内会有100个马路台运过来。原木的意思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
反正应该是实验材料吧。不知道区长大人，您说的是什么实验材料？想必白大姨应该跟你提到过，就是研发帝国食物用的相关实验材料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些实验一定要在地下搞呢？地上毕竟是医院，食物还是应该和医院的环境分开。区长大人，我是学医的，我也想，能不能去地下看一看？这涉及到帝国军事，金先生最好不要接近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也就是随便一说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我倒是觉得可以带金先生下去看看，毕竟这是中国华东地区最好的医院嘛。等会儿我们吃好了，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。各位用的还好吗？我看这牛肉好像准备的不太够，我再去准备一些吧。这个酱料好像也不够丰富，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添的。稍等，稍等。院长，为什么要让金深水下去看？为了打消他的顾虑。江子，你也要去？我吗？你必须去。我说过了，不可以。懦夫！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怀疑日本人在搞一些跟细菌有关系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如果你把樱桃阁给炸了，很有可能毁掉整个桃花镇。我也恨日本人，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计划，要比你这么炸了樱桃阁强很多。谁呀？哎，镜子小姐。深水君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来找萨库拉要点蘸料。这样啊，那快回去一起吃吧。好。开门。这就是我们实验的地方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实验材料。我们能尽快离开这里吗？我有点不舒服。是啊，镜子小姐都觉得不舒服了，那不如咱们尽快离开这儿吧。这些小白鼠确实是这样的，身上总会发出一种氨的味道。有时候闻起来确实很难闻。来，吃个苹果吧。在这儿？哎呦，不了不了不了。很甜的。
我还要到办公室去取点东西，然后去趟工地。晚安。金山水没有想到，一直以来不得其门而入的日军实验室，就这么轻易地为他敞开了大门。但直觉告诉他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这个星期以来，已经是第3次有不开灯的卡车悄悄开进去了。没开灯的卡车，那看来里面的货物很神秘了。我怀疑是人。对，我特意观察了车子的高度，我也想过可能是老鼠，但是按照箱子的体积来说，就算是把老鼠全部装完，也到不了那样的高度。你说，那个车那么重，如果不是人，那会是什么？会不会是其他的货物？我也想过是其他的货物，可是他们的搬运速度很快，你觉得还会有其他的可能吗？原来如此。哦，对了，你最近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儿？是从烟囱那边飘过来的。有，不知道他们在烧些什么。希望不是人吧。喂，你还在啊？我一直都很担心你啊。日本人杀人了，我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了。你明天去医院查一查，看看他们是不是医院的病人。我已经查过了，最近1周，医院并没有死病人。那也就是说，被杀的人不是来自医院的。没错，那到底是来自哪儿呢？来自哪儿呢？沈水军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院长大人，昨天你们走了以后，我又去工地看了看，我突然发现烟囱好像冒烟了，而且还伴有一股非常刺鼻的气味。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妥当，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住院人员的休息。哦，是这样。昨天出现了一起传染病病例，按照帝国后生省的法律规定，传染病死亡病例尸体一般应火化处理，以防止疾病蔓延。是很有道理。用高温火化，应该是最安全、最有效的方法。沈水军，你非常关心医院，不愧是医生的典范呐。
院长大人过奖了。我倒是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我们完全可以给大家播放一些纪录片，这样一来呢，既可以消除谣言，还能让医护人员和病人更好的在这里工作和生活。具体的你去做吧。资料室有来自日本的拷贝，可以放给大家看。嗨，我明白了。混蛋！昨晚处理尸体，谁下的命令？是我下的命令。当时我们正在地下查看，所以就没有向您报告。哼！尸体燃烧的味道从烟囱里飘了出来，满院子都能闻到。还好，屋子里不是特别明显。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。金深水对地下有什么反应吗？一切正常。金深水最近表现不错，已经把医院当成自己家了。他想做什么，就支持他。他要修食堂，就让他搞去。他提出什么合理化的建议，能采纳就一定采纳。让镜子多陪他。你们不是对他有所怀疑吗？多从镜子那儿侧面了解，不要浪费了你们这层亲戚关系。明白。梅机关发来密电，金深水的档案即将取得。这么说，您怀疑金深水是不是重庆人的答案即将揭晓了？请进。哟，是镜子小姐啊。深水君，早上好。镜子小姐好。哎呀，好漂亮的花啊！早起刚摘的，就是因为觉得新鲜又漂亮，所以特意给您送过来一束。辛苦镜子小姐了。啊，你的食堂修的怎么样了？很顺利，要不我带你去看看？好啊。请。金先生，来，各位停一下啊！大家辛苦了，给你们带的礼物，请收下。哎，这可是东京的点心啊！来，拿着，谢谢，吃吧吃吧。来，行了，镜子小姐，到时候我们会在那边安装一个弗里昂的冰箱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些工人总是毛手毛脚的。没关系吗？没事的，每天都是这样。这样吧，镜子小姐，咱们还是走吧，这儿实在太脏了，呛人，把你衣服都弄脏了。请。那天镜子邀请我去幼儿园，可是我觉得那些孩子都不像日本人，但是具体我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。哎呀，你这个观察力和别人就是不一样。我还一直在等着有人跟我提起这件事儿。怎么说？这个日本人呢，是东亚通古斯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的血统，他们身材都非常矮小、肩窄，尤其是他们的腿型容易成 X 型腿，而且臀部较大，面部也非常的扁平，这眼睛呢也很小。哎，你发现了没有？在这些孩子当中，除了白大姨的女儿，因为她是混血，所以呢具备日本人的外部特征。其他的这些孩子啊，其实只是看上去像是日本人，那是十足的中国人。镜子老师，别摔着，赶紧上去。哎，老师，你别拿我了。你们几个木马玩的高兴吗？高兴。来，贞子过来这边。老师把头发给你重新梳一下。
贞子的头发真好。谢谢老师。喜欢老师给你梳的辫子吗？喜欢。老师，他可真好看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贞子，你真好看。好了，去玩吧。可是按照静子的说法，她说这些孩子的父母亲都是晋国烈士。这是他们说的，其实真实的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。我分析的，这些孩子主要的来源应该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遗孤。在发生大屠杀的时候，这些孩子要不然就是在襁褓当中的婴儿，最大的可能也就1、2岁大，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记忆。经过这么5、6年，当他们被完全的洗脑之后，那他们看上去就是日本人呐。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这怎么能开玩笑呢？只不过是我没闹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也许是为了研究能不能把中国孩子培养成日本式的思维。哎，我说，吃碗馄饨没？好啊。老板，来2碗馄饨。好嘞。不错。哎，你怎么那么不自在？你没有单独跟女人出来过吗？我觉得有一个女人，肯定特别希望单独跟你出来吃饭。你不想知道是谁吗？你好久没有约见静子了吧？你要经常跟她保持联系，不能有事才去找她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看见我桌子上那些插花了吗？每天都不一样，那可是静子院长亲手做的。我怎么觉得李云对你也有点意思啊？哎，他要是真的对你有意思，我可以帮你们牵线搭桥。胡说什么呢？这怎么能是胡说呢？你们孤男寡女，一个未娶，一个未嫁，简直就是天作的一对嘛！我说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哎，我觉得呀，你可以和静子来讲。跟李玲嘛，你可以来真的呀。当然了，你们现在只能秘密的，不能公开。等到将来革命成功了，你再明媒正娶啊。我说你今天怎么那么多话？我是关心你好不好？我希望你不要做苦行僧，你可以把生活和工作混为一谈，可以左手是尖刀，右手是女人，让鲜血和鲜花同时灿烂。这都说什么呢？你根本就不知。算了，懒得跟你废话。我们旁边可是一直有人在跟着。我知道，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嘛。对了，你的伤好点了吗？没事了。那就好。哎呀，
整天过着这种藏头掖尾的日子，我整个人现在都发霉了。我真想上战场，生死一瞬间，生不怕死，死而无憾。你说啊，我们又不是国民党，又不是共产党，可是我怎么觉得我们也在前线，而且是前线中的前线，是在刀尖上生活。你能跟我说说共产党是什么吗？我说不上来。我觉着共产党就是不贪污、不腐败。你看看他们的领导，那都是出淤泥而不染，不像时下国民党那帮混蛋，跟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深深，现在是国难当头的时候，我们也过上了刀尖上舔血的日子，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。老板，那个馄饨能快点吗？好，马上就好。